说到 Gunstar Heroes， 首先不得不提它的开发公司 Treasure 财宝公司。作为 AMD 平台上知名的动作游戏之一，它的诞生并不是出于偶然。曾经的地球被邪恶组织制造的最终兵器 Golden Silver 破坏殆尽。为了拯救地球，身为枪星成员的 Red、Blue、Green、Yellow 奋起反抗，最终打倒了 Golden Silver， 并将其留在月球。作为动力的4颗密石被他们分别封印在地球各处，而枪星成员们耗尽力量，进入了长眠。时过境迁，地球上诞生了新的文明，有一个传说开始在地上流传：沉睡在月球之神苏醒之时，被选中的人将被指引前往传说中的理想乡。自称帝国的独裁国家指挥官格雷深信这一传说，并命人挖掘曾被枪仙们封印的4块密石和可以前往月球的飞船方舟。然而，负责挖掘工作的布朗博士发现了沉睡在胶囊中的枪星成员。苏醒后的 Red、Yellow 和 Blue 将过去发生的悲剧告知布朗博士，于是布朗博士决定帮助他们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而枪星成员之一的 Green 不知为何失去了过去的记忆，并和帝国联手，打算复活 Golden Silver。Red 和 Blue 为了粉碎格雷的野心，他们拿起强力武器，踏上阻止复活 Golden Silver 的战场。财宝成立于1992年，前川正人作为公司的代表董事，初期兼任社长和城市设计师，曾亲自参与过 AMD 上的 Gunstar Heroes、Dynamite Headdy、悠游白书魔墙统一战等多部作品的开发。前川正人从高中时期就立志要经营公司，毕业于东京理科大学，毕业后进入科乐美，在科乐美期间，曾参与制作过 FC、GB、SFC 等平台游戏的编程工作。与后来一同创立 Treasure 财宝公司的同事们共同开发过街机游戏《辛普森一家》、《外星战将》、SFC 上的《恶魔城德古拉》、《魂斗罗精神》、X-Lay 等作品。1991年，前川正人与东明员工提议制作一款原创动作游戏，这款游戏就是 Gunstar Heroes 的前身。然而这一提案却被公司否决，因为他们对科乐美过度依赖已有系列这一做法感到非常不满，于是，在1992年离开科乐美，成立了财宝，并在新公司着手开发原创游戏 Gunstar Heroes。财宝正式成立于1992年6月19日，寓意是成为 AMD 与世嘉的瑰宝。公司刚成立时只有10几名员工，且大多数都是在科乐美时期为 SFC 开发游戏的人员，但他们选择将新作 Gunstar Heroes 的开发平台定为 Mega Drive。之所以选择 AMD 作为开发平台，首先是相比其他硬件，搭载 AMC6800这款 CPU 的 AMD 更适合制作动作游戏，特别是用在表现多关节 BOSS 上。而且因为曾经有过 SFC 游戏的开发经验，在接触 AMD 后，能更明显感受到其出色的处理能力。不过发色数较少这一短板也很明显。虽说目标明确，可因为是新公司且没有任何作品和成绩，最初世嘉曾拒绝他们加入 AMD 的开发阵营。于是，在同一年，26岁的前川正人在没有任何预约的情况下，前往位于东京大鸟居的世嘉总部，便对世嘉公司前台的接待员，他表示想见负责 Mega Drive 开发的负责人。在得知没有任何预约后，前台的接待员一脸问号，可能是因为前川正人理所当然的态度。于是接待员打电话激情确认，几分钟后，前川正人居然被引导至会议室。会议室里正坐着 AMD 的开发负责人和几名技术开发者。通过交谈后，他才得知，原来 AMD 有一个秘密项目正在进行中，他被误认为是此项目的开发者。运气爆表的前川正人在解释了来访目的后，仍然得到了与世嘉高管单独会谈的机会。他向其说明了自己新成立的公司和希望为 AMD 制作游戏的想法，还讲述了公司成员的游戏制作经验、对 AMD 的热爱、公司未来的愿景以及想制作 AMD 动作游戏的构思。与高层的会面结束后，前川正人表示希望能和世嘉社长中山隼雄会面。可能前川正人自己都想不到，这么突然的请求居然被答应了。之后，他被安排在一家高级中华料理店与中山社长会面。席间，中山隼雄对前川正人非常欣赏，连连夸赞，还鼓励他要成为像高桥兄弟那样的开发者。
在刚启动 Gunstar Heroes 的企划时，甚至还没有 Treasure 这个公司名称，只在咖啡馆进行一些讨论。因为是公司刚成立的时期，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制作自己擅长领域的游戏，于是选择了大家最喜欢且擅长的动作射击游戏作为公司的第一款作品，以爽快感和无拘无束为关键词。作为公司第一款原创游戏，所以他们认为一定要做出能带给玩家震撼的作品，所以超越技能极限也是他们的开发目标。最初企划时的标题是 Lunatic Gunstar， 但被指出 Lunatic 这个词给人印象偏负面，所以他们不得不更改标题。之后又想参考电影 Blade Runner， 取名为 Blade Gunner， 但也因为商标问题未能通过。因为计划也要在美国发行， Sega of America 建议使用 Heroes 这个词，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个词很酷，于是游戏最终被定名为 Gunstar Heroes。前川正人表示，虽然是个容易记住的标题，但他现在都不理解 Heroes 这个词究竟酷在哪里。考虑到财宝还是一家新公司，世嘉建议他们开发一款关于麦当劳的游戏，财宝欣然接受。他们决定同时开发 Gunstar Heroes 和麦当劳宝藏乐园大冒险这2款游戏。虽然在当时 Gunstar Heroes 还没有取得正式开发许可，在财宝向世嘉展示游戏 demo 版中多关节 BOSS 后得到了世嘉的认可。最终在签订麦当劳合约的几个月后，财宝终于得到了 Gunstar Heroes 的开发许可。就这样， Gunstar Heroes 正式进入了开发阶段。当时的开发体制是每个团队包括2名程式、2名设计师、2名音效人员。开发周期内，除了需要熟悉开发环境、开发工具制作、游戏企划等，也包括了游戏正式开发、检查 bug 等内容，共计10个月。尽管预算和时间有限，但公司成员士气高昂，开发的非常顺利。开发进度上，最早完成的是麦当劳宝藏乐园大冒险，但财宝希望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是一款原创游戏。最终经过各种考量，财宝在1993年9月10日发售了第一部作品 Gunstar Heroes。当时的各类杂志在试玩后都对他们的游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尽管只有8兆 bits 的 ROM 容量，可游戏内容丰富多样。财宝利用自身强大的开发实力，做出了 MD 硬件所不支持的放大、缩小和旋转等特效。在当时的 MD 游戏中，几乎没有开发商会加入自己的 logo。的前川正人非常希望在游戏中公开自己公司 Treasure 的名字，这点也得到了世嘉的赞同。于是，在游戏的启动画面中加入了由多边形制作的动态 logo。这一做法也确实为财宝提升知名度起到了巨大作用。游戏发售后，在玩家间获得了远超预期的好评，还在当时的游戏杂志 Deep Mega Drive 读者排行榜位列第一。Gunstar Heroes 的游戏性会因难度和所选武器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同难度下，敌人的攻击方式也会有所变化。根据玩家的选择，会有完全不同的游戏体验。负责本作城市的是亚一芒和 Nami， 美术设计师是 Yuki 和 Han， 他们都是财宝开发的核心人员。游戏中几乎所有的角色名字都取自颜色的英文，人物设计由菊地彻彦负责，他也在此后的多部作品中负责游戏人设。其中最知名的当属土星上的守护者列传。顺带一提，本作的最终 BOSS Golden Silver 也在守护者列传中登场，不过设定上与本作没有任何关联。另外，游戏中最后一关的 BOSS Pink Lobster 有受1993年发售的游戏《魔神凯撒》影响。菊地彻彦非常欣赏游戏中角色的动态效果，于是放弃使用计算式来生成动作模式，改用手动输入。经过一番辛苦摸索，才完成现在的效果。不过缺点是占用了不少游戏容量。井内洋负责背景，为了从 MD 有限的颜色中找出最合适的配色，进行过许多修改。特别是第一关原住民房子这部分，反复重绘了4次。在有限的技能下，财宝试着被 Gunstar Heroes 融入各种创意，其中有不少是在其他游戏中少见的表现方式，比如使用 MD 的互相分割卷轴这一机能，在空中战舰的关卡中，利用纵向分割卷轴来表现画面的旋转效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在萤幕左侧出现一条黑边，这是因为硬件的规格会导致画面崩溃，所以必须遮住它。前川正人表示 ，MD 这台主机只要开发者肯下功夫，就能实现各种新奇的效果。游戏中的所有 BOSS 都是由菅波秀信制作，其中 Seven Force 这个 BOSS 属于标志性存在。当时受 VRAM 容量的限制，很难实现拥有动态的大型角色。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组合圆形或方形的部件制作出大型角色，
还能使其进行顺滑的移动。这样做也大大节省了美术素材的可用容量。菅波秀幸在制作 BOSS 时，总把要给角色注入灵魂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希望角色的动态看起来更像生物，而不是机械。后来发售的异形战士中的各类 BOSS 也是以类似的理念制作，除了技术层面，也非常考验制作者的设计感。在当时 MD 的众多游戏中，像《Gunstar Heroes》中可以流畅运动的 BOSS 角色是非常罕见的。即使不懂技术，当看到一个巨大人形角色在流畅的运动，必定会给玩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也是当时硬件所能做到的极限。除了惊艳的 BOSS 外，由菊地彻彦设计的杂兵也是游戏中的亮点之一。这些敌人在游戏中的名字也是杂鱼。就一般游戏而言，敌人的动作无非是攻击、行走、被击倒等几个简单动作。反观本作，杂兵动作种类丰富，有例如翻滚、前扑等动作，不会让玩家感到动作单调死板。Gunstar Heroes 在初期企划阶段，玩家操控的主人公 Red 和 Blue 亦有跳跃、滑铲、悬挂等动作。在正式开发期间，开发人员不断加入新要素，如跳跃攻击、冲刺、空中投掷、大跳和防御等技能。负责玩家角色设计的是 Yaima， 他的开发理念是玩家的动作设计一定要持续到开发结束。财宝在开发游戏上总是追求极致，如果时间允许，只有开发者自己认为开发结束时，游戏才被视为真正完成。游戏一开始就有4个关卡供玩家选择，这是在企划阶段就确定好的。这里是出于对不擅长动作游戏玩家的考量，也尽可能为玩家展现每个关卡间的不同。类似于洛克人，合理选择第一关也是攻略游戏的要点之一。游戏中玩家可用武器分为4类，分别是力量、闪电、火焰和自动追击，可以同时持有2种武器，而且通过组合可以变成合体武器。合体武器拥有多种效果，由闪电和自动追击组成的社长激光是一把可以自动追踪敌人的武器。因为社长前川正人在公司试玩时总使用这把武器，可能是出于讽刺，公司内职员都将其戏称为社长激光，并最终确定为正式名称。闪电加力量组合的武器名为激光100，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当时有一则流行的广告 Racer 100，于是就用这个谐音梗作为武器名。I just changed the gasoline to Racer 100。そろそろベストセラー廃屋レーサー100。还有如丝丝火焰、笨蛋导航等感觉起名很随意的武器名。大量出现的同屏敌人也不会影响游戏速度，配合多武器组合以及角色丰富的动作，敌人夸张的击倒表现以及各种爆炸效果，都让人在游玩本作时能体会到其中的爽快感。尽管财宝的游戏通常都很难，前川正人表示，《Gunstar Heroes》除了专家模式外，一般玩家通过几次续关都能通关。相比之下，同样由财宝开发的《异形战士》才是真正的高难度。他自己都吐槽，虽然游戏提供了超级简单的难度选项，可实际上并不简单。本作之后，由前川正人负责城市的 Dynamite Headdy 难度同样不低，特别是制作海外版时被施加美国要求提高难度，因为在北美有着游戏租赁体系，如果玩家把游戏租回家就能轻松通关的话，根本不会有人买这款游戏。因此，本作海外版的难度对比日版几乎成倍增长。财宝制作游戏的流程不同于大多数游戏公司，他们在企划阶段不会制作详细的企划书，他们认为详细的企划书会限制制作过程中的创意发挥，即使发放美术要求时，也不会要求太多细节，所有内容都在制作过程中逐步完善。前川正人还提到过，其他公司通常在企划书中详细描述所有内容，以避免后续制作的混乱。许多创作者会在确信游戏有趣后再开始制作，和他去持相反意见，认为在制作游戏时遇到问题并进行彻底修正是正常的，尤其是关于玩家的设计。因为《Gunstar Heroes》基本概念是无拘无束，如果一开始就确定好怎么玩，必定会限制游戏玩法上的创新。虽然经历了不少曲折，但最终达到了预期效果。他还认为，仅凭企划书无法判断游戏的好坏，特别是对于动作或射击这种实时操作的游戏，必须通过实际运行来进行正确的判断。财宝在制作游戏时，一般会以游戏导演的个人意向为主，上层并不会进行干预，同时还非常注重每个关卡间的不同变化，防止让玩家感到设计上的无聊。错过众多巧思，财宝打造出这款超越 Mega Drive 极限的游戏。
甚至曾有世嘉员工在看到《Gunstar Heroes》的开发画面后，认为世嘉暂时还不需要推出下一代主机。虽然一直被外界称之为匠人集团，不过公司内部却一直自嘲为没有技术力的 Treasure。前传证人表示，类似于多光节 BOSS， 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要有好的表现方式和创意，就可以做出令人赞叹的东西。游戏在北美发售后，北美游戏杂志 Game Fan 对该作大加赞赏，并在同年对财宝进行首次英文访谈。随后发售的麦当劳寻宝大冒险确立了财宝开发授权游戏的趋势。作为一间小型工作室， Treasure 用授权游戏的收益来支撑原创专案的开发。在这之后，财宝透过运用自社强大的开发实力，为 MD 陆续开发的许多作品，在世嘉粉丝中也积攒了不少人气。前村正人为公司编写程式，一直持续到 PS 上的碎影幻象为止，后来就基本只做全局管理工作。在完成《Gunstar Heroes》和麦登网后，公司分成4个小组，分别开发游戏，如前面提到过的 Dynamite Headdy， 一款看上去充满童趣、吃鸡难度很高的动作游戏；人气漫画改编的格斗游戏《悠游白书魔奖统一战》；MD 末期号称完全发挥技能的动作游戏《异形战士》，以及财宝在 MD 上制作的最后一款游戏《Light Crusader》。其中的《异形战士》其实最初是由间波秀幸兼任设计师与程式独自进行开发。当时为 MD 开发一款游戏的话，一般需要2名设计师和2名程式。虽然他们想挑战一个人是否也能进行开发，结果发现确实很困难。因为间波秀幸非常喜欢 Mega Drive 这台主机，所以特意在标题写上 Mega Drive Customers 的字样，以此体现游戏的个性。从 Gunstar Heroes 开始，世嘉和财宝的合作关系延续了很长时间，推出了许多以 Sega and Treasure 名义的作品。2012年3月16日，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曾举办过 The Art of Video Games， 展示了各世代主机和该平台上最具代表性的4款游戏。在 Mega Drive 专区， Gunstar Heroes 与梦幻之星4等游戏共同展出。1995年，由财宝授权，世嘉发行 ，M2 负责移植开发的 Gunstar Heroes 移植版被搬上世嘉掌机 Game Gear。由于是8位机，自然在游戏内容上有所删减，且仅支援单人游戏。原作中的标志性 BOSS Seven Falls 的部分形态被删减，由于机能限制，画面角色一多就会出现角色闪烁的情况。不过开发方 M2 曾在访谈中表示，因为当时机器的液晶屏残像问题很严重，透过调整角色出现的时机，但实际上会让角色看起来像变成半透明，而不是闪烁消失。作为原作的财宝曾提出，如果成品效果太差的话就不同意发售。进行移植的 M2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即使是现在仍被称作变态移植集团，可见其实力不一般。2006年的 PS2 版与2015年的 3DS 版也都是由 M2 进行移植的。在 Game Gear Macro 的蓝色版中也有收录本作，因为使用的是现代液晶，为了不让角色闪烁，还特意进行了修正。2005年由财宝制作、世嘉发行的游戏 Gunstar Super Heroes 登陆 GBA， 发售前大肆宣传本作为完全新作，可实际上却是 MD 版的重置。而且游戏对武器系统进行了简化，其中还有角色专属武器的设计。Game Over 后，继续游戏的步骤繁琐，最终 BOSS 攻击方式的改动等，都让原作粉丝大为不满。财宝甚至在开发期间起意将游戏改名为口袋枪星，可能财宝自己都觉得本作不配被叫做 Gunstar Heroes。虽然游戏在原作粉丝间评价极低，不过如果是从未接触过本作的玩家，仍可以获得较好的体验。游戏在画面上延续了财宝挖掘硬体机能极限的传统，多关节 BOSS、放大缩小和旋转等特效依然健在，不过大型 BOSS 的点阵图明显的拉伸放大，造成画面看上去满屏的马赛克。好在操作流畅性保持了一贯水准，没有玩过的朋友可以去试试。而游戏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其罪魁祸首就是来自世嘉的制作导演冈野哲。大学期间以漫画家身份出道，后来放弃漫画进入世嘉，曾参与过世嘉加加、雷霆力量4以及手冢治虫相关的游戏作品。虽然单看简历感觉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但他在业界的风评较差，凡是自己参与过的游戏中评价不错的，都会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而且经常在接受采访时大话连篇，甚至不惜说谎。
之前在 GBA 上发售的《阿童木之心》就是冈野哲参与的作品，玩过的玩家都知道，这是一款很出色的动作游戏。其实，在开发前期，财宝实在看不下去冈野哲所写的制作委托企划书，于是便将其彻底推翻，自己重新为游戏做了一份企划。也许是对财宝这一做法耿耿于怀，在开发超级强行时，冈野哲完全不给财宝提意见的机会，还表示即使不听财宝的意见，也能做出有趣的游戏。冈野哲之后离开世嘉，在2014年成立公司并担任社长。虽然原作粉丝对本作嗤之以鼻，可不知为什么，这款《Gunstar Super Heroes》在20年后的现在，中古价格不断攀升。以上就是本期关于《Gunstar Heroes》的全部内容。虽然财宝在近年完全没有新作推出，可他们曾经制作的许多经典2D 动作游戏，如今依然值得一玩。儿时和家人朋友双打的经历，也应该是许多人无可替代的回忆。如果觉得内容还不错，请转发、订阅、留言，我们下个游戏再见。